28天只吃水煮菜，程毅这种笨办法为什么越来越打动人？哎，昨天半夜睡不着，刷手机刷到一条老花絮，就是英雄志鲁云那个造型的对比图。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好几秒，然后看到下面有人留言，说他为了那个角色，28天只吃水煮菜。28天，我把这条划过去了。可是关了灯躺下，这个数字又冒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追剧的人，听到演员为角色瘦身这种话，第一反应早就不是哇好敬业了，第一反应是通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我自己都说不清。但那天晚上，这条没有通稿，是杀青之后才被人提起的小事，反而让我想了一晚上。所以今天这期，我不打算聊他演技多好，颜值多高，这些老粉应该都比我清楚。我就聊一件事。这一件事，我们来把28天这个数字放进显微镜里看一下啊。28天，一天3顿，等于84顿。84顿水煮菜。你想想看，我们普通人坚持1周不吃外卖，都觉得自己很自律，对吧？84顿，连续。没有欺骗餐，没有今天拍完辛苦了，来一顿火锅那种节奏。而且，这是我后来才反应过来的一个点，他没发通稿。这事儿不是28天里每天发一条今天又只吃菜啦，坚持就是胜利那种节奏。是整个事情都做完了，杀青了，别人随口一提，他才是的。我读到这里愣了一下。因为如果你按现在饭圈的逻辑，这种素材是天然的好通稿，可以打敬业标签，可以打演员的修养，甚至可以拍个 vlog 配点 BGM 卖一卖。但他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怎么说呢？我想想啊，就是那种老厨子做一道菜，火候够了，端上来就完了，他不会站旁边跟你解释我这道菜炖了8个小时的那种。这是一种很老派的劳动伦理。在今天这个所有事都得被看见才算数的环境里，这种老派反而稀缺。我把这种处理方式叫笨办法。不是贬义啊，我特意挑了这个词。笨是相对于精而言的。精的人会算 ROI， 会算流量回报，会算每一分付出对应多少曝光。笨的人不算，做了就是做了。我个人是越来越欣赏这种笨办法的人，可能因为我也老了吧。对了，我得插一句，说到为角色做身体投入这件事，你不能脱离行业背景单独讲。咱们稍微跑个题，我把这个背景说一下，不然后面那个点你听不懂。中国演员的训练体系里大致有2条路，一条叫体验派，一条叫表现派。这是简化说法，真要细分还能分出10几种，但咱们今天用这个简化版本就够。体验派简单讲就是我要变成这个角色，所以要去体验，要去活成那个状态。表现派呢，是我用技术去呈现这个角色，我自己不需要变，我的工具箱够用就行。这2条路没有高下，我先说清楚。世界上最好的演员2条路都有大师。但具体到 Space 这几年的语境，你发现没？观众的口味在悄悄变。前几年是什么时候？是流量明星顶配的时候。那阵子的逻辑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角色服务演员。我这个流量来演，剧本要为我让路，造型要为我服务，替身、抠图、滤镜，该上的全上。整个生态的中心是我这个人，我这张脸，我这个 IP。那个时候你跟观众说我为角色减了28斤，观众会想减了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会真的演。这种话术已经被滥用到失效了。然后这2年我也说不准从哪一年开始，有可能是某个临界点慢慢累积，观众反向了。观众开始重新欣赏那些我让自己服从角色的演员，不是因为道德，是因为审美疲劳。看了太多悬浮的飘在表面的用脸演戏的东西之后，观众开始馋一种扎进去的质感。程毅那28天水煮菜放进这个背景里看，它就不是一条普通的敬业素材了，它是一种态度的样本。行了，扯远了哈，拉回正题。
说到态度，我得说一个东西，可能有点跑题，但又没跑题。去年他上你好星期六有期节目玩泼水游戏，整个场面挺乱的，他反应明显比别人慢半拍，被弹幕和评论区调侃叫游戏黑洞。这事儿当时挺好笑的，我也跟着笑了。但后来我想想，游戏黑洞这个标签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人在综艺里反应慢，通常说明两件事的其中一件，要么是他真的反应慢，要么是他平时根本不在这个频道上。他的注意力不在综艺感，不在镜头机位，不在怎么出梗。他的注意力可能花在别的地方了，比如刚才说的水煮菜，比如琢磨角色，比如那种你能在他眼睛里看到的还在想戏的状态。这不是夸他，我尽量克制点。这只是一种观察，一个演员的钝，有时候是另一种灵的代价，两者不可兼得。我个人是宁可看一个在综艺里有点笨拙，但戏里有光的人，也不太想看一个综艺感拉满，戏里飘在表面的人。这是个人口味，你不同意完全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啊，我们再往回退一退。很多新粉是从琉璃入坑的，但程毅这个人，他不是2020年才开始演戏的。他的第一部电影叫《鬼爱》，是2011年，等等，我查一下，凭印象说怕错。哦对，2012年。是2012年上映的，跟辛芷蕾合作的。这部戏不光是演，他还唱了主题曲《蔷薇恋士》。你看，这个细节如果不是粉丝，你根本不知道对吧？一个2012年的新人出演电影处女作，顺手把主题曲也唱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很早就不是那种被工业流水线打包好的偶像。他做的事情是杂的，是有点野生的，是按自己的节奏在试。2017年，他发了一首个人单曲叫《再见以前》。MV 是王菲御用 MV 导演拍的，具体是哪一位我得查一下，这个细节我不是100%确定，如果有错评论区指正啊。但重点不在导演是谁，重点在于2017年他还没真正爆，他在认真尝试做音乐这件事。这不是我火了之后来玩票的逻辑，这是我还在找自己能做什么的状态。然后到2020年，琉璃之前其实还有一部古装叫《长安诺》，他演九皇子。这部戏因为童年琉璃太亮眼，被很多人忽略了。但你把这几部连起来看，2012、2017、2020、2020，这条线很长，中间有大段没有水花的时间。你能看到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做一些没人鼓掌的事。我看到一个说法，说程毅的爆红很突然，但你只要把这条线摆出来，就会发现他的爆红一点都不突然，是我们看到他的时间太晚了而已。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最后我想聊一件事，他的粉丝前段时间在湖南某个小学的图书馆用他演过的角色的台词给每一排书架命名。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沉默了一下，因为这个行为它不是常规的应援。常规应援是地铁广告，是生日打榜，是大屏祝福，这些都不错，我没有要贬低的意思啊。但这件事的质感不一样，把一个演员的台词刻在一个小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意思是说这些孩子以后每次去借书都会顺眼瞄到一句，可能是某个角色说过的少年心气那种，可能是某句关于成长、关于坚守的话。这些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部戏的台词，是谁演的，但他们会在很多年里被这些句子反复看到。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多有爱，而是一个演员能让自己的粉丝以这种方式去爱他，本身就是一种反向的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演员日常给出去的东西是一种向上的、向善的、有重量的东西。粉丝接到了，然后用同样的方式传出去。这条暗线在饭圈里其实很罕见。他有一句采访里的话，我一直放在备忘录里。原话是：把批评当镜子，照见自己的不足。这句话放在2026年的 Space 语境里，你品，你细品。
这2年我们看过多少我并不是这样，完全是恶意剪辑，以委托律师的声明，不是说这些声明都不对啊，有些是真的需要发。我只是说，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人能说出把批评当镜子，而且是真的在做，不是嘴上说说，这种态度是稀缺的。而那些小学书架上的台词，我突然觉得，可能就是这种态度的回音。我开头说，昨天半夜睡不着，刷到了那条28天的花絮。其实那天晚上让我想了一晚上的，不是28天本身，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对敬业这个词的信任，几乎已经被消耗光了。它变成了一个空壳，一个营销词，一个我们看到就想划走的标签。但偶尔，很偶尔，你会撞见一个人，他不用这个词，他只是在做。做完了别人提起，他说是的，然后下一个角色。走得慢的人看得到风景。今天这期就到这，懂的人自然懂。